不知道各位在生活中见没见过那种看似大有作用，实际上只是非常普通的物品？就比如这个看着密密麻麻的按钮，一开始我以为这是测什么东西的仪器啊，结果它就只是一款普通的收音机啦。这个由多个球形组成的黑色棍状物体，实际上也就是用于防身的非致命武器。就是不知道各位第一眼看着像什么呢？这些第一眼让人浮想联翩的物品，其实都是出自 Reddit 论坛上这个叫 That's a Book Like 的分区。这个吧是2015年创建的，迄今为止共收获了16万关注。主要讨论的话题就是寻找那些经常是被当作影视道具的日常物品。关于这个吧的起源，一个比较权威的说法是源自电影《V 字仇杀队》。在原片大概1小时27分钟的位置，出现了一个讲这样的干扰器。当时有位朋友吐槽说那个就是书灯啊，并且在现实中找到了同款设备。这个吐槽成功引起了广大电影幕后爱好者的兴趣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聚在一起，试图寻找电影道具中的原型。有的人只是单纯的好奇出处，而有的人则会搞一些或用或收藏。久而久之，就形成了一个新的分区，而 That's a Book Like 也就成为了一个很有纪念意义的名字，一直流传至今了。别看这个吧的规模不是很大，但讨论的内容还真挺有趣的，经常能看到或学到一些有用或者没用的小知识，特别是年代相对久远的影片，在知道了那些道具的原型之后，总是能对一些道具师的巧思感到惊叹的。比如在经典科幻电视剧《星际迷航：下一代》中，你能看到一个锥形的可供2名船员娱乐的设施，而实际上它是万代在1984年发售的一款叫 Pair Match 的玩具。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侏罗纪公园中那辆标志性的福特探险者，其安置在下方的镜头其实是711里斯勒林的盖子。1997年的电影《核灾大灾难》片中的导航计算机其实就是现实中的 TI-5100 计算机，在电影原片也没有对其进行任何修改，型号还直勾勾地显示在上边呢。而有些电影道具不仅被找到了原型，甚至后来还形成了梗，比如电影《星球大战：帝国反击战》中的威尔罗胡德，原本他只是一个无名无姓只出现了1秒的角色，但是他爆了这个桶，却让不少观众都提起了兴趣。经过一番搜索，大伙才发现这是一个冰淇淋机，而也正是因为这一发现，这个角色被观众称为冰淇淋男，收获了不少热度。后来官方也补充了身世和故事，相关的书籍、漫画以及玩具也都一一诞生。当然，如果你觉得这只有技术匮乏的老片子才会这么干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这种手法在一些年头不算久的影视作品中依然被泛用，比如大名鼎鼎的 CW， 他们可是出了名的廉价。比如在闪电侠的这个电视剧中，只需要2个音乐软件控制器就能打开神速力的大门。后面他们和大猩猩格鲁德交流也是靠了这玩意儿，就连专为游戏设计的电竞级外设也能在科幻大片中混个脸熟。09年的时候，美国出了一款游戏手套，宣传卖点主要集中在重量轻、透气性好，连续使用数小时都不会出汗，据说还设计了18个接触点和3个激活点，自定义快捷键更是多达30个，完美适配星际争霸、魔兽争霸、刀塔等等游戏呢。然而到头来，这个手套也没在职业比赛上见到，当时在2013年的科幻大片《环太平洋》中见到了。打游戏强不强不知道啊，但是拿来开机甲绝对是不差的。而像这种能刷新咱们认知的电影幕后小知识，无时无刻都在 That's a Book Like 上演。看了这些帖子后，突然就有一种道具师们不仅仅是在做他们的本职工作，更像是在创作另一种艺术的感觉。此时我脑海中默默想起了那句名台词：有了想象力，你就拥有了一切。